这一定是我见到过最牛逼的男人了。他竟然利用捡到的轮胎改造成了一个可以抵御寒流到来的稻草庇护所。当克鲁在中伯利亚迷失方向时，眼前出现的轮胎让他又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原本计划穿越西伯利亚，却因指北针失灵误入了更为荒凉的中伯利亚高原。他知道今夜会迎来一场巨大的寒流，而这2个破轮胎竟成了他活下去的希望。此时，如果你所在的地区还超过20度，请在评论区吱一声，让北方的兄弟们看看现在哪里还能这么冷。克鲁用铁铲在地上挖出来一个20公分深度的凹槽，然后将轮胎严丝合缝地嵌入了进去。接下来，他在对面也要做出一个凹槽。此时的克鲁知道给他的时间可能不多了。今夜寒流过后，泥土就会被冻得比水泥还要硬。他要在夜晚来临前把庇护所建造完成。下面的操作非常关键，如果出现差错，轮胎就会直接报废。现在克鲁开始用支罗钻头在轮胎上打孔。他要在2个轮胎上面钻出来18个小孔，并且孔洞一定要对称，因为接下来他要在2个轮胎之间架出来庇护所的整体框架。然后克鲁利用韧性极强的白桦树枝插进轮胎提前打好的孔洞内。由于刚才没有测量好洞口的大小，现在需要再次把树枝的一端削细，然后把树枝严丝合缝地插入孔内。当主干框架搭建好之后，克鲁在框架内部用树枝做了2个圆形的内部加强圈，并用麻绳进行了十字绑定。加强圈可以提高分散应力，无论风力从哪个方向刮来，力量都会被这2个圈有效的传导和分散到整个结构上面，可以有效的避免庇护所遇到大风时坍塌的风险。为了更好的抵御夜晚的极寒天气，克鲁深知一个主动的热源是必不可少的。在铺设保温层之前，他利用木头在庇护所内部搭建起了一个长方形的炉体基础框架。但这个框架不能直接生火，他用湿黄土混合着稻草反复地涂抹在框架的内外壁上。这种草拌泥的工艺能有效防止泥土干裂，而厚厚的泥土炉壁拥有巨大的热容量，它不仅能有效地防止火焰直接接触木头引发危险，更重要的是它能在熄火后依然长时间保存余温，给庇护所提供热能。现在的条件让壁炉自然晒干已经是来不及了。克鲁准备用柴火点燃烤干壁炉，这种黄土壁炉只有在完全干燥的情况下才能发挥最大的热辐射效果。添加足够的柴火之后，克鲁开始大量的收集干芦苇。这些中空的芦苇杆内部充满了静止的空气，而空气是最好的隔热层。他先用大量芦苇杆将壁炉后方的通风口堵死，彻底阻断了外部的冷风侵入。接下来的操作增加了难度，他并没有将芦苇杆直接铺上去，而是像编辫子一样把它们绑结成一条条粗壮的芦苇辫。随后，他将这些芦苇辫从前至后，一层一层的并排固定在庇护所的框架上。但这还不够，为了能有效的抵御夜晚的严寒，他在芦苇层上面涂抹了一层黄土和稻草的混合泥浆。这层混合物干涸后，就成为了一道保温的终极防线。体验过中伯利亚寒冷的克鲁，为了追求保温的极致，他在庇护所的内部也涂抹了一层泥浆。他相信，这双层的保温再有壁炉的加持，就算今夜到了零下20度，他的庇护所也会温暖如春。最后，他再用芦苇杆把门口堵住，庇护所就开始有保温效果。为了进出方便，他在庇护所门口放上了大量的干草。进去之后，就把入口堵上。接下来，他把柴火扔进了庇护所后，就去寻找食物了。运气还不错的他发现了白色的蘑菇。克鲁了解过这种蘑菇是可以食用的，他非常小心地取下来蘑菇，但把根还是留给了这里的土地。回到庇护所之后，克鲁明显能感觉到里面已经有一些热气了。他先把锅放到壁炉里面去加热，然后把蘑菇去皮之后再切成小块。现在锅已经被烧热了，他把蘑菇放了进去。
高热的油温碰到蘑菇的一瞬间，菌类的香味扑鼻而来。这时候，克鲁在锅里面加入了洋葱，洋葱可以激发出蘑菇的鲜香。翻炒过后，第一道菜就完成了。接下来等油锅再次加热，他提前把马铃薯切成块状。克鲁为了这次穿越西伯利亚，准备了大量的马铃薯和香肠放在了背包。没想到走错路的他，竟然还能在屋里制作一顿热乎的美食。马铃薯放进油锅内，然后把还没过期的香肠也放进去翻炒。干煸的马铃薯散发着焦香的味道，配合着香肠的肉香味，让克鲁口水都快流下来。终于到了吃饭的时间了，克鲁大口地品尝着自己做出来的热乎美食。饭后温度开始迅速的下降，此时外面已经达到了冰点，而壁炉在充分的燃烧，给壁炉火持续供热。听着外面寒冷的风声，克鲁看着持续燃烧的壁炉，他今天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完成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挑战，而满身疲惫的他也终于可以好好的睡一觉。